洋葱营养丰富，多食对身体很好，可是因为口味刺激性强，爱憎两派态度分明。今天教大家用大量洋葱做洋葱苹果汤、洋葱苹果排骨粥，上学必备食补，舒缓咳嗽，增强抵抗力。洋葱含有至少3种抗发炎的天然化学物质，可以治疗哮喘，抑制组织胺的活动，而组织胺症是一种会引起哮喘过敏症状的化学物质。感冒的时候，喝洋葱热汤很快就可发汗退烧。在决定屁宝要去上学时，就做好了随时会感冒的心理准备。错列蛋。幼稚园的病毒不容小觑，大约第5天就中标，开始流鼻涕、咳嗽。以往我们家的做法都是带去看医生，了解是哪里不舒服，大于回家休养，睡前才吃药，尽量都是靠抵抗力去对抗病毒，而不是一直用西药压制病情。但长时间待在幼稚园，处在这样的空间很难痊愈，之外还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老木越来越慌，半夜不断安抚屁宝之外，还要顾及屁爸的睡眠品质，抱着半发泄半询问的心态在粉丝团分享了近况，立刻有许多妈妈传授感冒小撇步或食疗给我。有一位许姓妈咪分享了蒸洋葱水的做法给我，立刻吸引到我的注意，毕竟我真的很不鼓励吃药啊，加以 Google 一下，才发现原来这是妈妈界必备的温和食补，立刻抄笔记。看完洋葱汤的资讯和做法后，立刻冲去冰箱翻找，好在还剩下半颗。倒是有很多苹果可以增加洋葱汤的甜味，要先确认苹果有甜哦。如果孩子接受，可以加入几颗剥好的大蒜，对感冒也是很有帮助哦。网友妈妈望林的分享，记得内锅中间要再放1个碗，苹果、洋葱铺旁边，这是利用虹吸原理，汤汁会被吸进碗里面，让妈妈们更方便。显精也可以用这方式做哦，内锅不放水，只放洋葱和苹果，外锅可导入1到2两杯，越多杯煮越久。也可以事先将洋葱、苹果切好放进冷冻库再蒸，汤汁会更多哦。好咯，完成波浪符，浓浓苹果和洋葱的味道弥漫整个厨房。老木我自己是还蛮能接受的，但是屁宝我就不太确定了，紧张。虽然说大部分的汤汁都吸进碗里，但我还是会稍微压一压旁边的果肉，试图挤出更多的营养汤汁。有波浪符屁宝买单耶，太好了，波浪符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煮一大锅洋葱苹果汤给他喝啦。隔天和幼稚园请1天的假，让屁宝喝洋葱苹果汤并好好休息。5. 睡起来很明显整个人精神状况都好非常多。从那天起，老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将切好的洋葱苹果放进电锅蒸，屁宝则是在旁边喝牛奶、吃馒头、画画。时间来得及就在家喝完，有点赶就装进保温杯，请老师帮忙拿给屁宝喝。后来将洋葱苹果汤的好处分享给其他亲友，但是他们表示孩子不爱洋葱味。与是鸡婆的艾丽试做了洋葱苹果排骨粥，感觉洋葱味有比较被压下来。也可以加一些香菇增加香气，我和屁宝都非常喜欢香菇煮粥的气味。做法非常简单，洋葱、苹果一样削皮切块，香菇泡软后切断。当啷，白泡泡又咪咪的洋葱苹果排骨粥完成。如果觉得苹果蒸过的口感不酥糊，可以把它挑掉，但
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。如果挑苹果觉得很麻烦的话，也可以先煮洋葱苹果汤，把汤当做煮粥的高汤，取代水的意思，这样就省去挑苹果的问题啦。家里有二宝吃副食品，还可以拿来2次使用呢。哈哈，分享这2道洋葱苹果汤和洋葱苹果排骨粥，除了可以改善家里孩子不舒服的情况，平时吃也会对抵抗力有帮助哦。最后说明，这是一道温和的食补，不可能一吃立即痊愈，但可以稍稍舒缓不适。比起不断吃伤身的西药或是难入口的中药，这个方法对身体显得温柔多了。再次感谢许多热心的妈咪分享了不吃药舒缓感冒的方式给我，让我们可以安然度过上学的挑战。参考来源：莱斯布洛克 ADSWHY。